朋友们，今天想跟各位，尤其是过了40岁、50岁的中年朋友，深聊一个悄悄影响健康的话题——慢性炎症。大家生活好了，体检也方便，但报告单上慢性炎症指标偏高、C 反应蛋白异常这些字眼，总让人心头一紧，忍不住联想，这是健康问题的信号吗？免疫力是不是有所波动？心里一慌，就容易感到困惑。西医多归因复杂，而在中医看来，这背后的思路可能完全不同。许多慢性炎症根源未必是免疫力过强在胡乱攻击，而恰恰是您身体的根基，阳气也就是正气不足了，体内寒湿、浊气这些邪气长期盘踞。那所谓的炎症反应，很多时候是身体里仅存的正气正在艰难地抵抗和清理这些代谢产物的身体反应信号。这时若一味用寒凉药物、抗生素去试图控制，等于影响了自己残存的阳气，助长了寒湿，表面指标暂时好转，底子却更虚了，下次问题可能更复杂。今天我不讲复杂数据，就用咱们都能理解的中医智慧，带您看清身体内部的真实情况。关键是要明白，您该扶持的是谁，该清理的又是谁。更重要的是，我会与您分享一个简单易行，却常被忽视的古老方法，利用厨房里一样常见的好东西，温和地帮您扶住阳气，驱散寒湿，从根源上改善内环境。如果您已厌倦了担忧和无效尝试，想真正把健康握在自己手里，后面介绍的具体思路与方法，请您务必看完。如果觉得这些话说到了点上，请为咱们会活智库点个赞，或在评论区留下明白了，把这份不同的健康视角传递给更多需要的家人和朋友。首先咱们得弄明白，这个让人头疼的慢性炎症到底是怎么来的。现在西医研究也深入了，他们发现很多健康问题背后都有慢性炎症的影子。他们说是因为身体里有一些代谢问题，导致了持续的低度炎症。这个说法对不对？对，但它描述的是现象，不是根源。用中医的眼光看，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小天地，讲究阴阳平衡。阳气是什么？阳气就是身体的能量，是温暖，是动力，是推动一切生命活动的那股力量。阴血是什么？是滋润，是营养，是承载阳气的基础。最理想的状态是阳气密，精神乃至，阳气充足，且固守在里面，稳稳地温煦全身。但是，如果你长期熬夜透支，压力山大，贪吃生冷冰镇的东西，夏天离不开空调直吹，你的阳气就会被一点点消耗、损伤。阳气一虚，身体内部的温暖就不够了。这时候会怎么样？大家想象一条流动的暖河，寒流一来，水流变慢，杂质沉淀，甚至结冰。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阳气不足，内环境变寒，气血流动就会减缓，新陈代谢产生的废物，未能运化的痰湿，便会因寒而凝固，沉积在血管、关节、脏腑之间。身体是智慧的，它不甘淤堵，便会调动尚存的阳气正气，聚集到这些寒凝之处，试图用热来化开寒，推动瘀滞。这个自我调节的过程，在局部就可能产生反应。西医检测到的所谓炎症因子变化，其本质常是身体发出的自我调节信号，那是正气正在努力工作的表现。所以，慢性炎症是结果，阳气虚弱，寒湿内停才是根本原因，而身体反应是身体试图自我调节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过程。我们现在的主流处理思路是什么？一看到反应，就用抗生素，就用清热的方法，甚至用某些药物去调整免疫反应。这像什么？就像你的身体被寒湿影响，你的正气正在努力调整，你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从背后干扰这个过程。结果呢？表面上看，指标安静了，炎症指标下去了，但寒湿的环境更稳固了，你的自身调节力量阳气被削弱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长期用某些方法，反应反反复复，体质却越来越不如从前，最终健康问题更复杂的深层原因。我记得以前接触过一位刘女士，52岁，她是典型的办公室白领，非常注重健康，
有点小状况就去看。他长期咽喉不适，关节酸痛，体检显示慢性炎症，常服清热药饮，结果却是面色苍白，畏寒怕冷，手足不温，枕其脉沉弱，舌胖大齿痕，苔白腻，这是典型的阳虚水湿内停。我对他说，您体内并非火旺，而是太寒了。之前的方法如同像冰冷的炉子浇凉水，反而压制了身体残存的正气去抵抗寒湿。随后他调整了所有寒凉饮食，以温阳化湿的思路调理，重点扶助阳气，并配合我推荐的厨房调理法。4-5个月后，他气色红润，怕冷大减，年底复查，多项长期偏高的炎症指标已回归正常。这正是找回身体温暖、驱散寒湿的道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悄悄影响我们身体的温暖阳气呢？是什么让我们的内环境从阳光明媚变成了阴雨连绵？我给大家总结了16个最常见的影响因素，也就是可能加重体内寒湿的习惯。这不仅仅是一张清单，这是一份健康提醒单。很多人觉得自己活得挺注意，其实不经意间，你每天都在做可能影响阳气、助长湿气的事。我现在一条一条说出来，你就在心里对照一下，看看自己中了几条。第一组，可能影响内环境的习惯，过量甜食。1. 隐形糖摄入过多，红烧肉、糖醋菜肴、酱汁及多数包装食品都含大量添加糖。中医认为，过干爱脾，过量甜食会加重脾负担，运化不掉的甜转化为沾腻湿气，使体液如泥水般浑浊瘀滞。2. 精致主食过量，白米、白面等精致淀粉升糖块，易耗伤津液，使血液粘稠，增加淤堵可能。3. 常吃糖油混合物、油条、蛋糕、酥点等高糖高油食物，经高温加工后形成湿热交结，如同强力胶般粘滞，易助湿生痰。4. 含糖饮料当水喝，果汁、乳酸菌饮品等含糖量高，且常冰镇饮用，冰凉糖水直接损伤脾胃阳气，将寒湿带入体内。第二组，需要注意的饮食选择。5. 用油不当与高温烹饪，长期使用单一精炼植物油如大豆油且高温爆炒，可能增加身体负担，建议增加亚麻籽油、橄榄油等富含健康脂肪酸的油品，并注意烹饪温度。6. 加工肉制品过多，香肠、火腿等含多种添加剂，加重肝脏代谢负担，影响疏泄功能，抑制代谢产物堆积。7. 食品添加剂过量，配料表中化学添加剂过多如增味剂、防腐剂，长期摄入可能持续消耗正气，增加身体负担。第三组，营养结构与饮食习惯。8. 优质蛋白质不足，长期清粥小菜易缺乏鱼、肉、蛋、豆等优质蛋白，影响细胞修复与阳气生发，精化气受阻。9. 深色低糖水果摄入少，应多选蓝莓、桑葚等深色低糖水果，滋养阴血，辅助身体平衡。10. 蔬菜摄入不足且颜色浅，每日蔬菜应达1斤，其中半数为深绿、红紫色蔬菜如菠菜、紫甘蓝，以补充纤维与植化素，帮助疏通代谢。11. 忽略辛香调料，葱、姜、肉桂等辛温香料，能通阳化湿，做菜适量多用，可助脾胃运化，驱散寒湿。12. 盐摄入过量，过咸易耗伤肾精，影响水液代谢，加重血液粘稠。13. 西式快餐偶尔摄入，炸鸡、披萨等高热加工食品，即便偶尔食用，也需注意其负担。14. 偏食挑食，饮食单一导致营养不均，影响身体修复与排毒能力。15. 饮食不规律，饥饱无常或晚餐过剩，扰乱血糖血脂稳定，损伤血管内壁。16. 情绪化进食，吃饭时生气、分心如看手机，会导致脾胃运化失调，食物易积为痰湿。朋友们，刚才这16条生活习惯，你默默地中了几条？如果超过了5条，那你的身体很可能已经长期处于一种需要注意的状态了。如果超过了10条，你真的要敲响警钟了，不能再麻痹大意。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中了几条，咱们互相提醒，共同注意。好了，
根源咱们找出来了，就是阳气不足，寒湿内盛。那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天天跑医院，不用花大把的钱，就能从根源上把这种寒湿的土壤给改善，把阳气给补回来呢？有，而且这个东西，你家厨房肯定有，平常可能就丢在角落，或者只用它来当个去腥的配角，它就是生姜。我知道，我一说生姜，屏幕前肯定有人要笑了，老师，姜谁不认识啊？我感冒了喝姜汤，做菜也放姜，没啥特别的呀，您这不会是多此一举吧？诸位，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我敢说，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姜，方法可能都用错了。大家知道姜为什么被现代研究认为对身体有益吗？生姜味辛，性温，归肺、脾、胃经，在中医里，它素有作用，能温胃散寒止呕，但它在调理身体根本方面，有一个核心特点，叫做通神明，去秽恶。它能把深藏在脏腑经络里的陈年寒气、湿浊之气给发散出去。现代科学也从生姜里提取出了几种核心的活性物质，姜蜡素、姜烯酚、姜油酮，这些东西是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成分，其作用机制非常友好。但是，朋友们，这些成分非常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它们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怕持续高温，生姜里最有效的成分，在长时间超过100度的高温烹煮或爆炒下，活性会受到影响。你想想，平时咱们怎么用姜？切几片，热油下锅，呲啦一声爆香，油温可能很高，或者炖肉煲汤，一煮就是1-2个小时。这样处理过的姜，那些有效的成分可能就变化了，剩下的主要就是调味的作用和一点辛辣感。你吃进去的是姜的形，而不是它的有效成分。第二个特点，它是脂溶性的，这些姜蜡素、姜烯酚，它们不溶于水，只溶于油脂。如果你只是拿姜煮水泡茶喝，比如红糖姜茶，或者放在清汤里煮，那么这些核心的有效成分很难释放到水里，人体能吸收的较少。姜汤发汗解表治风寒感冒很好，但想用它来深入调理，力道就不够了，路子也不对。所以要想让生姜发挥它对寒湿状态的帮助，必须满足3个关键条件。第一，用量要足，食疗也要有剂量概念。第二，处理温度要低，最大限度保留活性。第三，要用好油作为载体，帮助有效成分溶解和吸收。今天在会活智库，我就把这个在很多养生大家那里都重视的生姜吃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在古代养生典籍里有类似记载，在国外一些自然疗法中被推崇，现在也是很多重视食疗的医生手里的方法。请大家一定记好配方和每一步的关键，哪怕你今天只学会这一招，也绝对值了。第一步，选材是关键，姜一定要选老姜，或者叫小黄姜。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老姜生长时间长，里面姜蜡素、姜油酮等有效成分的含量比嫩姜、子姜要高出很多倍。嫩姜水分足，纤维少，适合当泡菜或炒菜吃，但作用价值不足。咱们需要准备大约500克的老姜。油也要选好油，为了对身体好，我们要选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本身也有益处的优质油脂。最佳选择是特级初榨橄榄油，或者有机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如果觉得这些油不太适合加热或者价格较高，用品质好的山茶油或花生油也可以，但尽量避免用大宗精炼的转基因大豆油、玉米油。准备200毫升左右。第二步，预处理，打破细胞壁，把老姜仔细清洗干净，注意皮不要去掉。中医认为，姜肉性热，姜皮性凉，皮能利水消肿，留着姜皮可以平衡姜肉的燥热之性，让你吃了不容易上火，还能借助皮的功效，把湿气更好的导引出去。把带皮的老姜切成小块，放进料理机、破壁机或者绞肉机里，打成细腻的姜蓉，越细越好。这一步的目的是彻底打破生姜的植物细胞壁，让里面锁着的成分完全暴露出来。第三步，混合，让油与姜完美融合，
把打好的姜蓉和准备好的200毫升食用油倒在一个大碗里，充分搅拌均匀，让每一粒姜蓉都包裹上油脂。第4步，低温融合，核心步骤，这是决定成败的一步。将混合好的姜蓉油倒进锅里，不粘锅最好，火一定要小，非常小。如果你有厨房用的温度计，最好把油温控制在80度到95度之间，不要超过100度。如果没有温度计，就凭经验观察，用小火慢慢加热，你会看到油面开始泛起非常微小的气泡，姜蓉的颜色会从鲜黄慢慢变得稍稍深一点，同时一股浓郁而温和的姜香味会扑鼻而来，不是焦糊味。一旦闻到这个香味，看到这个变化，立刻关火，整个过程可能只需要2到3分钟。我们的目的是借助温和的热力，把姜蓉里的一部分水分逼出来，更重要的是，让脂溶性的有效成分姜辣素等能够溶解到周围的油脂中去，而不是要把它炸干、炸焦。如果你把它炸得金黄酥脆，那对不起，你做了一罐很香的姜油调料，但效果已经所剩无几了。第5步，保存与食用。关火后，让它自然冷却，然后装进一个用开水烫过、晾干的干净玻璃罐里，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保存。这一罐大概是一个成年人1周的量。怎么吃呢？建议每天吃2到3次，每次1小勺，大约5克，一天总量在10到15克左右。半主食，早上吃粥、面条、米饭时，等食物温度降到温热不烫嘴60度以下，舀1勺姜蓉油拌进去，当蘸料。吃白切鸡、清蒸鱼、白灼虾、涮火锅的瘦肉片时，用它代替部分酱油香油，风味独特又健康。拌凉菜，拌黄瓜、拌木耳、拌焯水的菠菜，淋上1勺，香气扑鼻。淋热菜，清蒸鱼、蒸排骨出锅后，直接淋上1勺，增香提味。这样做出来的姜蓉油，口感醇厚香浓，姜的辛辣被油脂柔和，非常容易接受。你坚持吃上一段时间，就相当于每天都在给身体输送温暖的力量。你会发现，食欲会变好，消化能力增强，最明显的是，手脚末端会开始温暖起来。再去医院查血，那些反映身体情况的指标，比如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 可能会有变化。除了全身性的问题，对于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秋冬季节，还有一个和身体反应息息相关的常见情况，我必须得强调一下，那就是便秘。很多人觉得便秘是小事，多蹲一会儿就行了，需要注意。对于身体已经存在寒湿淤堵基础的中老年人来说，便秘就是一个需要留意的情况。你想想，天气寒冷，血管本身就在收缩，你在厕所里屏气用力，脸憋得通红，那一刻，负压急剧升高，血压瞬间升高，心脏负担增大，很多健康问题就发生在这需要注意的时刻。所以，保持大便通畅，对于有心脑血管隐患的朋友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秋冬季节，因为空气干燥，暖气烘烤，很多人会出现中医所说的肠燥经亏型便秘，就像河道里的水干了，船大便就搁浅了，走不动。这时候，如果你图省事，吃大黄、番泻叶之类的东西，那是用蛮力推船，虽然能推动一次，但会严重耗伤肠道的津液和动力，属于方法不当，下次便秘会更严重。我们需要的是蒸水行舟，既补充润滑的水津液，又增加水流、肠道动力的力量。我再教大家2道美味又有效的食疗小方，既能润肠通便，本身也具备辅助作用。第1道，5仁润肠糊汤面，以油润肠，蒸水行舟。这个方子利用了多种坚果种子里的天然油脂和纤维素，来润滑肠道，增加容积。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杏仁、桃仁这类果仁能润肺降气，肺气一降，大肠的推动力就有了。准备：甜杏仁、核桃仁、黑芝麻、松子仁、花生仁各1小把，陈皮1小块，全麦面粉或普通面粉1小碗，手擀面或挂面适量。做法：第1步，炒面香，锅里放一点点油，或用不粘锅干炒，倒入面粉，
用最小火慢慢翻炒，炒到面粉颜色微微发黄，散发出浓郁的麦香味就关火。炒过的面粉健脾效果更好，而且煮出来的汤糊浓稠滑润，能像润滑油一样包裹住肠道壁和食物残渣。第二步煮汤底，另起一锅水烧开，把准备好的各种果仁可以提前稍微碾碎和陈皮丝放进去，煮出香味。第三步下面勾糊，水开后下入面条，等面条快煮熟时，把炒好的面粉用少量凉水调成均匀的稀糊，缓缓倒入锅中，边倒边搅拌，汤汁会立刻变得浓稠乳白。第四步点睛之笔，出锅前撒上一把焯过水的绿豆芽和几片木耳，绿豆芽能清热通利，木耳富含胶质和纤维，是肠道的清道夫。最后，别忘了，吃的时候拌入一勺我们精心制作的姜蓉油，温通的姜油配合润下的果仁，通便效果温和而持久。第二道，蒜蓉姜油拌蒸茄清热宽肠，平衡寒热。如果便秘的同时，感觉口干、口苦、肚子有胀热感，可能是体内有些湿热，这时可以选择茄子。茄子性凉，能清热、宽肠、通便。做法：第一步蒸茄子，选长条紫皮茄子，洗净后整条上锅蒸熟，这叫保持元气，千万不要油炸。第二步手撕成条，蒸熟的茄子放凉一些，用手撕成均匀的长条，摆入盘中。第三步调灵魂酱汁，多准备一些蒜末，加上少许葱花，一点点生抽和香醋。最后关键一步，淋上足足2勺姜蓉油。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姜蓉油？因为茄子性偏凉，对于脾胃虚寒、阳气不足的人来说，单吃可能加重体内寒湿，而辛温的姜蓉油正好可以平衡茄子的凉性，既利用了茄子清热宽肠的优点，又用姜油保护了脾胃的阳气，避免了雪上加霜。这叫寒热并用，攻补兼施，非常适合体质复杂的中老年人。最后，再分享一个关于喝蜂蜜通便的常见方法。很多人便秘就喝一大杯蜂蜜水，但效果不明显。为什么？因为你把蜂蜜稀释了，浓度不够，润肠的力量就弱了。对于常见的便秘，可以尝试的方法是，早上起床后，空腹取1汤匙质地浓稠的蜂蜜，如金条蜜、槐花蜜，直接含在口中，不要立刻喝水，让蜂蜜在口腔和食道里慢慢融化，缓缓咽下，让高浓度的蜂蜜直接接触，润滑消化道黏膜，效果比喝一大杯蜂蜜水要直接得多。注意，有特殊情况如血糖问题的朋友请遵医嘱。好了，朋友们，今天在会活智库分享的内容信息量很大，但句句都是经验分享。最后，咱们再一起梳理一下重点，只有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才能真正获益。第一，看清本质，思路要从对抗转为辅助，把身体的温暖阳气找回来，把环境的寒湿化开，情况才能从根源上改善。第二，注意生活习惯，认真对照那16条生活习惯，它们就像身边的健康提醒，能调整一条是一条，都是在为你身体的正气添砖加瓦。第三，用好厨房的好方法，牢记低温姜蓉油的制作秘诀：老姜、好油、低温、汁溶，坚持每天食用，这是在给你的身体内部输送温暖的力量。第四，重视身体信号，务必重视大便通畅，学会五仁糊汤面和姜油拌蒸茄这类既能通便又兼顾体质的食疗方法，用正确的方法吃蜂蜜。最后，我还有几句叮嘱大家，今天分享的食疗方法凝聚了中医药食同源的智慧，非常安全，但它起效是一个过程，不能立刻取代你正在进行的必要调理。如果你已经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健康管理，千万不要看了今天的内容，明天就擅自改变，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正确的做法是，在继续遵医嘱的同时，把今天学到的饮食调整方法作为辅助。当你坚持一段时间，感觉到手脚温暖、精力改善、睡眠变好，复查相关指标也有向好的趋势时，再在医生的专业评估和指导下，考虑是否需要调整，这才是对自己真正负责、科学的态度。真正的健康永远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能帮助你改善健康的，是你每一天的饮食选择，是你每一次的作息决定，是你面对健康问题时的正确认知。就从今天开始，从做一罐姜蓉油开始，从认真吃好下一顿饭开始，从早睡1小时开始，改变永远不晚。如果你觉得今天会活智库的分享为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请一定不要吝啬点赞、收藏，并且转发给你身边最关心、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们。你随手的一个分享，可能就在不经意间提醒了他一个至关重要的健康知识点，这绝对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咱们下期再见。